大家好，我是戴镜拿着话筒的拉塞偏偏。今天我们继续来说《白夜追凶》的第7案杀警案，也就是本剧第1季的大结局。上期我们说到，周巡终于发现了黑白兄弟的换身计划，然而此时周巡自己却被市局的警员带走，以涉嫌杀害老刘的罪名被扣押。是的，小花的父亲，咱们可爱的刘副支队长遭人杀害了。这个法医初步化验得知，老刘是喝了桌上的花生奶茶才被毒死的。技术队在奶茶杯上找到了3组指纹，分别属于小花、老刘和周巡。小花的指纹只出现在杯身上，而老刘和周巡的则出现在杯盖上。也就是说，除非老刘自己给自己下毒，否则打开过杯盖的就只有周巡，所以周巡才被认定为本案的头号嫌疑人。看到这儿，想必有些小伙伴都想问，杯子上为啥没有卖奶茶的人的指纹呢？显然，白局也和大家有相同的疑问。然而，海港支队的技术队大胆猜测，店家可能在制作奶茶时戴着手套，所以杯子上并没有店家的指纹。不知道你们见没见过奶茶店员戴手套？反正我是没见过。你们咋就想不到，没准是真凶擦掉了杯上的指纹，再想办法印上周巡的指纹，企图再能陷害呢？或者我们再换一种思路，按照周巡走到哪吃到哪的性格，没准是想偷喝老刘的奶茶，结果发现不是他最爱的云尼波波茶，就没喝呢。老刘的死对一个人打击最大，那就是他的女儿小花。父母离异后，父亲重组家庭，从此父女之间就像被一层看不见的墙壁阻隔。在小歪的看导下，小花父女俩好不容易才迈出了修复关系的第一步，可没想到他送给父亲的第一个礼物，居然成了杀死父亲的致命毒药。小花因此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中。小花决定化悲愤为动力，身为一名刑警，她一定要亲手找出杀害父亲的真凶。这份决心令铁面无私的小白也为之动容。他回到音速酒吧，立刻召集了包括林佳音在内的主角团，开始着手分析案情。案件本身疑点重重。首先，以小白对周巡的了解，说他把谁活活打死还是有可能的，说他下毒暗杀同事，但是万万不可能的。而且老刘毒发时，周巡正在和小黑谈论从长春得到的线索，神情语态轻松自然，根本不像刚刚涂完毒的样子。对吧？刚才说的事儿别跟你哥说。除此之外，老刘刚上急救车，市局立马接了举报，速度未免也太快了。而且报案人是以长风支队的身份匿名报案，很难确定具体是谁。小白立即安排林佳音赶往长春，保护重要证人乔森。叶方舟那伙人就完全丧心病狂了，连警局副支队长都敢杀，还敢嫁祸给支队长，并建立相当完整的证据链。他们还有什么是干不出来的？想找到投毒真凶，关键的问题是奶茶是什么时候被下的毒？想知道这一点，或许得从小花入手，调出当天他购买奶茶的沿途监控，结合赵新成透露的警方证词，众人得知案发当天，小花在路边的甜品店里买了2个面包、2杯饮料，其中1杯是咖啡，另1杯是花生奶茶。还记得在江州案中，我让大家记住的关键信息吗？小花对花生过敏，所以她绝对不会喝那杯花生奶茶。可见凶手非常了解小花。而小花办公室里那么多同事，按照他为人处事的习惯，要买就每人都买1杯，但他只买了1杯，肯定是给某个领导买的。所以从动机上看，凶手的目标有3个人：老刘、周巡和小白。而小花和老刘父女关系不和，和周巡有隔阂，唯独和小白关系最亲密，所以投毒者的目标多半是小白。老刘就这样成了小白的替死鬼。监控显示，有一辆套牌黑色 SUV 从机场开始就一直尾随着他们。小花去买完奶茶后，发现手机忘在了店里，又折返回去取，期间奶茶就放在车里。由于前后一共花了不到1分钟，再加上开的是警车，一般人碰都不敢碰，所以小花并没有锁车。那么真凶就是在这个时间段里完成了投毒，并擦掉了自己的指纹，或者全程戴着手套。但是由于监控角度问题，他们看不到小花车里发生了什么，也就没录到真凶投毒的经过。其实，在现实中，为了在出现纠纷时提供证据，大部分警车里都安装了无法手动关闭的执法记录仪。所以此处也算是本剧的一个小 bug。说到对小花的熟悉了解程度，可能有一个人也比小白、周巡、老刘还要高，那就是小花的前男友叶方舟。从王志哥被劫走开始，他们近期追查的线索几乎都和叶方舟有关。王志哥使用的枪是小白的实枪，作为223命案目击证人的安藤，此前最后见到的人就是叶方舟。卧底案中，叶方舟一直在跟踪周巡，军火交易的情报犯的乔森也是被叶方舟变相灭口，所以下毒的人肯定就是叶方舟。但以上过程纯属推理，小白他们没有足够证据，而且叶方舟只是个执行者，要制定如此复杂周密的计划，他的上级一定身居高位。想到这儿，小黑刚好收到消息，说市局指派曾经在长风支队工作，在卧底案中指挥收网行动的市局空降长风支队。他不光恢复了小白的顾问身份，还让本该在家休息的小花在赵信的陪同下参与侦破，而小白则负责盯住小花，以免腹中心切的小花捅出什么娄子。赵健和小花找到负责验尸的法医，得知投毒人具有相当程度的专业知识，因为根据纯度判断，所有的有毒成分都是从正常渠道购买的原材料中提取的。想通过实验室和化学品商店追查真凶，这条路算是被堵死了，只能筛查生产萃取原材料的化工企业，工作量何止是翻番，简直就是大海捞针。在法医的指点下，他们俩只好求助于刑侦经验丰富的小白。与此同时，本应忙于侦破的小黑则顶着小白的名字出现在了周巡的审讯室里。不光是他，顾局和赵新成也在。通过这次司法会谈，我们终于能够窥见庞大布局的冰山一角。几天前，老刘通过内部调查，发现了犯罪集团渗透长风支队的情况，将严重渎职的叶方舟逐出警队，却没意识到叶方舟的背后是一个等级分明、分工明确的庞大组织。老刘这手渎职调查，不光无法撼动其根基，反而引起了犯罪组织的注意。如今这个组织已经渗透进警方
方高层。结合周迅杀车失灵和被枪炸膛的意外，他们推断出对方已经有了加害支队领导的意图。这么一想，213灭门案或许真的如韩冰所说，对方想陷害的人不是小黑，而是当时为了拿到时效信息孤身赴约的小白。经过调查，周迅向顾局请示后，列出了一部分嫌疑人，打算逐个击破，将黑警一网打尽。但是在摸清情况之前，不会轻举妄动。没想到老刘误打误撞，居然真的在长春查出了东西，一下子就把局势推到了不得不发的地步。而执行这类任务风险极高，周迅本想由无牵无挂的自己负责整体规划，让小白这种同样无牵无挂的光棍负责抓捕，并努力将家有儿女的老刘隔离在外。可惜他低估了老刘的执着，俩人一个想往案子里钻，一个想把他往外拽，一言不合大吵一架，先后离开了老刘的办公室。几分钟后，周迅冷静下来，觉得吵架不能解决问题，就折返回老刘办公室，想向老刘说清自己和顾局的布局，让他自己决定要不要参与行动。可没想到老刘不在，桌上还放了一瓶饮料，周迅以为是一杯咖啡，拿起来就想喝，没想到揭开盖的印文是奶茶，只好又放回原位。他的指纹就是在那个时候印上的，如果那杯是咖啡，那死的也许就是周迅了。而老刘的牺牲是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意外。这次我们已经基本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，在周迅的示意下，赵新成和顾局先行离开。周迅有些话想和小黑单独交代。他从小黑口中得知小白患有黑夜恐惧症，也明白了兄弟俩换身计划的原因。而周迅则告诉小黑，213灭门案的物证他已经安排小花从物证处拿出来了，小黑随时可以去查看，还给了小黑一句忠告：有时候越亲近的人越不见得可信，包括你的哥哥。离开审讯室，满腹狐疑的小黑立刻前往长风支队，正好在门外看见小花在整理证物。小花细心的发现213灭门案的证物中有一个手电筒包装盒，盒子里的充电器还在，但手电筒却不翼而飞。出于敏锐的职业嗅觉，小花将这疑点拍了下来。而门外的小黑出于某种原因，并没有直接进去一起查看物证，而是等小花交还物证后，找了个借口独自查看物证。根据物证中现场发现的头发，小黑终于猜出了陷害他的人到底是谁。没错，陷害小黑的就是他的亲哥哥小白。小黑主动要求和哥哥小白去天台交接，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家里地方太小，揍哥哥是让不开拳脚。小黑确信213灭门案当晚他没有出现在曙光4号院，而且物证的毛发中有一根头发不是小黑的，因为当时他的头发没有现在这么长，但警方却要从这根头发里换出了他的 DNA。答案显而易见，那根头发是他哥哥小白的。想通了这一点，表弟急了，他以为杀害吴征一家5口并嫁祸给他的人就是小白，而小白是窜心没带纸，有苦说不出，只好强装冷血质问弟弟：就算你的猜想都是真的，那又怎么样？这句话真是伤透了表弟的心。其实213灭门案确实疑点重重，如果真就是叶方舟背后的神秘组织，又为什么要陷害小黑呢？如果他们要陷害的是小白，现场又为何会出现小黑的指纹？如果真的是小白陷害了小黑，又何必装模作样帮他翻案呢？更何况小白患有黑夜恐惧症，一到晚上连走路都费劲，要怎么在大半夜杀害吴征家5口呢？然而小黑根本没给小白解释的机会，小白因为某些原因选择独自隐瞒事情的真相。另一边，为了继续调查剧毒物的来源，昨天晚上小花化悲愤为动力，加班加点筛查化工企业，再通过原材料用途和企业生产范围之间的对比，最终将几千家企业缩小到了仅剩3家。小花和赵倩拉上了在支队门口偶遇的小白，投毒事件让整个长风支队陷入瘫痪。但真凶叶方舟此时也不好过，叶方舟的胆大妄为惊动了神秘组织高层。如果死的人是人缘较差的周群，或是孤家寡人又不带公职的小白，实在勉强还能控制。可叶方舟偏偏误伤了交际花老刘，组织高层顿时面临来自各方的多重压力。再加上叶方舟已经暴露，组织最终决定将叶方舟灭口，派出黑警假意和叶方舟接头。然而腰间的警枪暴露了黑警的真实目的，叶方舟轻易摆平了黑警。叶方舟联系组织上级，表示只要从他安全出境，他就将小黑献给组织。因为在之前追踪小白的过程中，他已经发现了音速酒吧这个秘密据点，高层答应了他的请求。不过在送他出境之前，还有2个人必须处理掉，其中一个是长春的情报贩子乔森，组织的首领大哥已经派出杀手前去灭口，而另一个则是化工厂的黄山，就是他给叶方舟提供的毒物。此时派出去的杀手确实已经到了长春，好在被林佳音威吓阻止。紧接着杀手接到了上级的电话，让他把目标从乔森转为叶方舟，可见说要送叶方舟出境也只是缓兵之计，组织压根就没想过要放过他。经过一系列的走访筛查，小白、小花和赵倩找到了黄山所在的工厂，赶在叶方舟灭口前拦住了他。而叶方舟显然不懂反派随花多的道理，在和黄山的对话中暴露了自己不光贩卖军火，还是个毒贩，也变相承认了自己就是毒杀老刘的真凶。面对出离愤怒的小花，他口不择言，居然又承认自己投毒的目标不是老刘，而是小白。当他即将说出小白的秘密时，一个从暗处射出的子弹将他击毙。至于开枪的人是谁，有人说是杀手，也有人认为是韩冰。实际上导演已经给出了答案，小白在搏斗中被叶方舟打倒在地，但是导演给了他一个捡枪的镜头，再加上叶方舟在即将说出小白秘密时被击毙，所以开枪的人也有可能是小白。但是按照白夜追凶的一贯调性，我猜这就是导演故意设置的烟雾弹，为遥遥无期的第2季埋下伏笔。因此我大胆猜测，开枪的是编剧，故意是阻止叶方舟剧透。开玩笑，在遥遥无期的第2季播出前，我也说不准这是真相还是导演耍花招。大家不妨在弹幕里分享自己的想法。
总之，叶方舟被当场击毙，小花便向为父报了仇。因黑暗恐惧症陷入昏迷的小白也被及时赶来的韩冰救走。没想到，时任叶方舟的关键证人黄山居然趁乱开溜，眼看着就要逃出升天，可惜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某位手握剧本的挂壁已经恭候多时。面对智力不输小白、武力堪比小黑的韩冰，黄山恐怕凶多吉少。随着真凶叶方舟的伏法，案件终于真相大白，周旋也被无罪释放。白夜追凶第7案杀警案结案。关饕餮如期降生，小黑正式升级为父亲，所有人都在各自的位置上奋斗着，但一个忠于岗位、尽职尽责、深爱着女儿却不被理解的优秀警员，却再也回不来了。这时候有人要问了，和哥哥闹翻了之后，小黑去了哪里？没错，为了算计哥哥小白，小黑和周巡居然联手了，而且213灭门案居然有2本案卷，难怪老刘手里的卷宗是完整的。原来当时被楠姐撕掉第10页的那本卷宗是周巡手里的副本。根据案件内容，小黑进一步确认了陷害他的人就是哥哥小白，但是以周巡对小白的了解，他这么做肯定另有苦衷，关键是找不到他这样做的动机。另一边，小白又做了一件奇怪的事，他把老虎炖了，因为老虎认人。很多人都不明白为啥小白要吃掉自己养了多年的老虎，咱们也来简单分析一下。首先，小白已经意识到周巡识破了他和小黑的换身计划，如果他被抓，老虎没人喂，肯定会饿死。如果小黑替他被抓，那他就必须假扮小黑，只能眼睁睁看着老虎被饿死。总而言之，老虎横竖是个死。老虎为兄弟俩付出了太多，这份感情终究是托付了，建议大家把泪目打到公屏上。来到长风支队，小白通过偶遇的纪律队警员，得知小花正在检查213灭门案的物证，发现其中少了一个手电筒，并坚信手电筒和真凶有关，说曹操就到。紧接着，小花就带着市局警力突然出现，以协助调查为由将小白带走。而此时身在医院的小黑，从楠姐口中得知哥哥被捕的消息，一时陷入煎熬。在楠姐的劝说下，小黑最终决定不计前嫌，向哥哥伸出援手。前往市局的路上，小白陷入了回忆。结合他的回忆内容，我们终于凑齐了213灭门案当晚的全部真相。接下来我就按时间顺序重现灭门案的全过程。2月13日下午，小白接到匿名电话，对方称自己有小白失枪的下落，海底石枪当晚的细节了如指掌，并约小白在曙光校园附近碰头。尽管知道这有可能是个圈套，但小白为了真相，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。晚上8点45分，小白来到曙光校园附近，并在神秘人的指引下逐步接近吴正家。在9点21分，经过小卖部，并在监控里留下记录。浑然不知安藤正紧随其后。可让安藤他们没想到的是，过了不久，小白就因黑夜恐惧症发作陷入昏迷。安藤和另一个黑衣人将昏迷中的小白搬到了吴正家里，通过熟悉的声音和耳后的纹身，不难猜到那个人就是叶方舟，杀害吴正的人多半也是他。晚上10点，叶方舟报警称曙光4号院发生命案。小白昏迷期间，接到办案的周巡一直在联系小白，却怎么也联系不上，只能独自带队前往曙光4号院。等小白被周巡的电话吵醒，看着自己手里的刀和吴正一家5口的尸体，听到窗外传来的警笛声，他终于意识到自己被算计了。从墙上的挂钟来看，此时是晚上10点20分。而根据此前小黑的回忆，这时他正在和同伙吃晚饭，并提出要金盆洗手，殊不知自己已经被哥哥惦记上了。为了避免被人陷害，小白带着凶器离开曙光4号院，前往洗浴中心清除身上的一切痕迹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小白离开时并没有带着吴正家里丢失的手电筒，不知道此处是编剧的疏忽，还是为第2季埋下的伏笔。11点，小白开始制作伪证，他从小黑给他的家庭合影上提取到了小黑的指纹，并印在了杀害吴正一家人的凶器上，还以检查监控资料为由带走了洗浴中心的监控记录。11点10分左右，周巡通过案发现场的合影发现死者居然是警方卧底，但出于保密协议，并没有公开这一消息。11点50分，处理完凶器的小黑联系上小白，小白清楚小黑所说的杀人和吴正灭门案无关，却还是诱导弟弟在一处废弃大楼见面，并安排他藏在了自己家。凌晨1点，小白再次返回现场，事先将印有小黑指纹的凶器扔在了楼道垃圾桶里，并引导一名警员找到凶器。至此，小黑就成了替罪羊小白的替罪羊。这才有了后来的换身计划，以及几个月来白夜追凶的精彩故事。而小白之所以陷害小黑，是为了得到查清真相的机会。万一自己进去了，以表弟当年的智商，可够呛能为自己翻案的。以上就是213灭门案的全部经过，觉得合理的小伙伴不妨把合理打在弹幕里。小白的回忆至此告一段落，因为押送他的警车被车祸堵在了一条黑暗隧道里，导致小白黑夜恐惧症发作。同行的4名警员也在指挥中心安排下全体下车，疏散车流，变相探演了本剧最精彩的轨迹。小白趁着逃跑，被警员押回车里，送到市局。市局审讯室里，周巡想方设法申请到了和小白见面的机会，但是在领导要求下，周巡不能和小白谈论案情。好在周巡本来也不是来乱案子的，他为我们献上了长达7分钟，堪称本剧最佳独爱的精湛演出。考虑到篇幅过长，我就不放原片了，强烈推荐大家自行观看，不精彩我当场把老虎吃了。从2001年到2016年这15年间，周巡在小白的影响下，从一名刚从警校毕业、爱好抽烟喝酒打人的地区探员，成长为尽职尽责，甚至为了使命豁出性命的刑侦队长。没错，眼前这个一半黑一半白、邪魅一笑的男人不是小白，而是小黑。
我在各大平台的讨论区里看到有人说，周迅识破了眼前的人是小黑，故意把自己和小白的过往讲给小黑听。我认为不然，因为小白为了完成换乘计划，肯定早就把他和周迅的过往全都交代给了小黑，而周迅在这里给小黑讲他过去的故事，也没有充分的动机支撑，所以这个猜想浪漫归浪漫，但颇有些过度解读的意思。不过有一点值得讨论，那就是黑白兄弟是什么时候完成交接的？我认为他们的交接计划还得从老六的葬礼说起。葬礼现场，小黑和小白第一次穿上了一模一样的衣服，唯一的区别是围巾。祭拜完父母后，小黑将围巾交给小白，小白被捕时也戴着围巾，再加上他途经七黑隧道时出现了黑夜恐惧症的症状，而他完全没必要当着2个警员演这一出。综上所述，被押往市局的人确实就是小白。关键的交接发生在隧道内，当时的车祸吸引了所有警员的注意，小白独自待在警车里。之后，一个貌似小白的人跌跌撞撞冲出隧道，再次吸引了所有警员的注意。在这段时间里，警车周围的情况是真空的，而被警员们带回来的人脖子上没有围巾，所以这个人就是小黑。这时候有人要说了，你看小白跑得跌跌撞撞，没准是半路掉了呢。别急，听我继续分析。小白逃出隧道时，我们可以看到警车的门是关着的，而当警员们押着小白回来时，车门却是打开的，而且其中一名警员说了这样一句话：劲儿还挺大，门都撞坏了。可见是小黑将警员引走后，车里的小白用蛮力撞开车门。除此之外，小白逃跑时，另一辆货车的车门也是打开的。据此推断，小黑之前就是在这辆车里。开车的人也许是主乐团成员，也有可能是寒冰，而造成堵车的车祸很有可能也是他们提前安排好的。这次大警的交接行动中，小黑几乎搭上了自己的一切。看过警匪片的观众都知道，一般被拘捕的犯人都要先留下指纹等个人信息，而双胞胎之间尽管 DNA 的相似度高达99%，但指纹完全不同。也就是说，小黑到市局很快就会被识破，到时候数罪并罚，恐怕再见不到小饕餮了。不过换一种思路去考虑，赵新成因卧底案被拘传过，周迅也因被陷害而深陷牢狱之灾，这回市局拘传小白，背后会不会也另有隐情？警局中被伏法的高层到底是谁？还没在一系列案件中真的只是个旁观者吗？由于213灭门案之外的大布局尚未展开，这些疑问或许要等到有生之年的第2季才能解答了。警察和神秘组织之间的较量才刚刚开始，期待黑白兄弟在不久的将来为我们带来更加精彩的故事。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，让偏偏终于填上了这个大坑。咱们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。谁心中有泪，挣扎于是非，爱家。